係各位網友，上一回我係講到呢、個，我哋睇翻呢個民主嘅源流，呢、個就係咁就我首先要講講我嘅思維方法咧，呢啲咧係源自呢一個係呢個歷史的研究啊，湯恩比嘅歷史的研究。咁咧就好中意咧就歷史中就係睇翻中外幾千年究竟有冇歷史嘅痕跡，佢係點樣發展嘅然後先對嗰件事咧有所了解嘅。咁我有講到咧，呢個就係希臘嘅城邦制度咧，佢就係一種呢一個由部落民主變化出嚟，而佢咧就係因為係一個 seafaring people， 佢哋成日咧就航海出去做生意，就難以管束啲人。咁於是咧就係有咗一套佢哋嘅思想嘅改造，成為咗一個嗰個有一個階層叫做自由人，佢哋有某種程度嘅公民權同埋社會參與咁加埋佢哋嘅哲學思想咧，呢個係個民主嘅奠基。後來羅馬咧就繼承咗。咁又講到英格魯遜克宣嘅 Anglo-Saxon 嘅傳統呢個其實呢個唔淨止只係 Anglo-Saxon 嘅，就喺歐洲咧好多地方都係有呢一個部落會議嘅傳統嘅。但係咧，我要講部落會議咧，一去到嗰個國家擴充到某一個規模之後咧，佢就開始被取消。因為點解呢？就因為呢個國家咧就形成咗一套官僚架構，嗰套官僚架構咧就係由上向下嘅。咁於是咧呢套官僚架構咧就同埋呢啲會議咧就係產生咗基本嘅衝突。我哋喺歐洲咧就見到咧，原理上法國係有3級會議，呢個俄羅斯有杜馬，呢個咧都係等於呢一種嘢。但係咧佢哋喐下都100幾200年冇召開，因為咧隨着封建主義嘅加強，咁啊首先封建地主加強咗對地方嘅控制，然後咧又為咗同外國競爭咧，啲國王咧就擴充佢哋嘅權。就係削弱嗰啲封建領主嘅權，於是咧全部向中央集中，整個趨勢就係如此見到咧呢個俄羅斯杜馬、法國嘅3級議會咧都係長期唔開會嘅，唔開會以百年計，而呢個國王嘅權力咧就不停擴張嘅。好啦，咁去到呢度咧，我又要再講，咁點解喺英國咧？就係呢樣嘢會繼承咗落嚟咧，即係咁樣。嗱，呢個英國呢樣嘢繼承咗落嚟咧，其實就係一個好偶然嘅現象。佢主要係乜嘢咧？主要咧就係因為嗰班貴族同埋個國王之間就係爭奪嗰個權力，而喺歐洲大陸咧，幾乎最後咧都係國王贏嘅，只係喺英國咧就係嗰啲貴族咧竟然係頂住咗個國王，呢個咧就形成個 Magna Carta， 然後屢次嘅鬥爭咧，呢個貴族咧都防止咗國王繼續向專制邁進，貴族形成咗一個議會，咁於是咧佢哋就揾咗啲 partner， 嗰啲 partner 咧就係啲窮人啲普通人，呢個就變咗上下議會，去制度性地克制咗呢個皇權，呢個咧就係呢個英式民主嘅基礎嚟嘅。因為咧你對付皇權嚟講就乜嘢咧？就唔准皇帝亂咁收稅，唔准佢亂咁拉人，你知唔知啊？呢個就係最大皇帝嘅，有咩事就拉 Q 咗你嘛。咁啊製造啲法律咧就係去呢一個鎖住個國王，唔准佢去濫權，如果唔係咧就傷害到貴族同人民嘅利益啦。咁呢一點咧就係同埋嗰個 common law 咧係同時成長嘅。好啦，去到呢度咧，我哋又要講呢套咁樣嘅呢套咁嘅制度喺全世界嚟講咧，佢慢慢就會變咗咧，係會分化，就形成咗咧係寡頭統治嘅。大家明唔明我講乜嘢？
本來係一個議會或者成條村開會，慢慢咧就係嗰啲權力集中喺幾個人身上，大家慣咗聽嗰幾個人講嘢。咁於是嗰幾個人咧就培養咗佢嘅勢力，於是咧就變咗寡頭。咁於是咧就變咗只係形式呢啲咁咧走一個過場，因為咧大家咧就分幫分派，等於蒙古嗰啲冊封大汗嘅會議咧係幾個家族壟斷晒。呢個清朝咧就係由所有人會議咧變咗四大貝勒、四小貝勒，然後咧就慢慢就向封建、向呢個君主獨裁制度咧就邁進，就削減嗰啲貝勒嘅權力，清楚啦嘛？好啦，咁呢一套咁樣嘅嘢，點解喺英國係可以繼續咧咁樣？咁我哋就要講啊，其中係牽涉到有兩大特色，我發現。一個咧就係佢牽涉到咧，因為呢一個英國嘅皇室咧唔係英國人嚟嘅，佢係 Normans 嚟嘅，由法國嚟嘅，同埋本土嘅 Anglo-Saxon 嘅貴族咧係有一定嘅矛盾嘅。於是呢啲 Anglo-Saxon 嘅貴族係比較容易團結嚟到對付呢個外來嘅皇室嘅，直至到幾百年後佢哋完全融和為止。呢個咧係一個偶然嘅因素。第二個偶然因素咧就係後來就因為呢個宗教嘅問題，宗教嘅問題咧，即係喺嗰個皇權同埋貴族爭奪嗰陣時咧，貴族點解最後係兩次否定咗呢個 Stuart Dynasty 將 Charles the First 斬首推翻咗，跟住 Glorious Revolution 咧，就因為佢哋係新教徒，係有呢個對抗呢個天主教。係有呢一個宗教嘅意識形態喺度幫咗班貴族，結果佢哋就反而就制住咗個國王，將個國王嘅權力咧擺咗落個籠入邊。咁呢個就係憲政嘅開始，呢個憲政開始。好啦，嗱，去到呢度咧，我係想講嘅，我講講其實而家我哋要實行我哋呢種嘅呢個現代化嘅民主，佢係有乜嘢內核嘅咧？佢內邊有啲乜嘢？冇咗呢幾樣嘢咧，你就根本成套制度就唔行得嘅咧。第一，你要相信所有人係平等嘅。哇！呢個咧講就易，實際上咧傳統思想咧、傳統文化咧，冇一個文化認為人同人之間係平等。你明唔明啊？呢個係即係你會認為人係有369等嘅，唔好講話。印度分為呢一個 caste， 即係呢一個係種姓，分為各大種姓。中國咧都係覺得，喂，一個聰明嘅人，如果你要決定一單嘢，有乜可能一個聰明嘅人同一個蠢嘅人，大家一人一票決定呢？一個有錢嘅人點會同一個窮嘅人一齊決定呢？一個有權力嘅人點會同一個冇權力嘅人決定呢？嗱，譬如中國思想咧就咁講嘅，勞心者治人啊嘛，有學問嘅人，勞力者備治於人啊嘛。君子有三畏畏呢個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義，即係咧係分為統治階層同埋被統治階層係有階級嘅，有聰明才智，言語不肖。點解人人係平等啊？喂，呢樣係好奇怪嘅嘢喎！到今日有啲人咧都唔相信人人平等喎，有乜理由啊？有啲人咧係冇資格有民主喎。呢一個心理係非常難 overcome 嘅，到今時今日都，我哋天生相信人唔係好平等，係咪啊？第二，你要大家去相信一套制度。呢一套制度咧，我哋係用猜情尋或者用踢波嘅方法嚟到決定個政權。喂，政權咧係一個生死嘅問題對於某啲人嚟講，而家咧，喂，到生死嘅問題，梗係用生死嘅問題解決啦。大家用槍、用刀劍解決啦，唔用刀劍解決，我哋猜情尋去解決。猜情尋之後咧，你要服從個猜情尋喎。哇！呢個共識係非常難建立嘅，呢個咧就要講翻呢個歐洲歷史上點樣建立個 public opinion，
點樣有公眾輿論去裁決呢一樣嘢？咁呢，就可以話俾你聽，喺中國呢亦都有差唔多嘅嘢嘅。呢個呢就所謂嘅公論嚇，但係公論呢，中國嘅公論呢，就唔係全部所有人嘅，就淨係啲讀書人。讀書人之間呢，佢就會有種公論。喺明朝呢，仲有某種呢啲小階段民主嘅形式，就係呢邊個做大學士，邊個升官呢，要公推嘅，所有人一齊講道理，然後呢就推邊個做嘅，然後俾皇帝嘅。嗱，呢個仲有呢啲痕跡嘅存在，咁呢個呢就係一樣點解會 overcome 到呢樣嘢呢？咁第三，佢係要建立到一套秩序出嚟。嗰套秩序係點呢？嗰套秩序呢就係大家都服從嗰套秩序，即係咧嗰套秩序呢係要公平嘅。即係呢，如果我同你踢波，嗰套踢波規則呢就係我射入你嘅龍門啊！我射入你嘅龍門呢就算，你呢就可以，你呢就唔可以用手擋嘅。你射入我個龍門呢，我就可以用手擋。喂，咁樣就唔得㗎咯。即係嗰度規則，首先第一，嗰度規則基本上係要公平。如果你可以搬龍門，我唔可以搬龍門，咁冇得踢嘅喎，咁啊一定係打交嘅喎。你知唔知呢個係個規則之公平，執法之公平？你要相信嗰個球賽嘅裁判呢，佢基本上係公平嘅。如果唔係呢，呢一個就係冇辦法，呢一個係大家咧係冇辦法用和平去解決個爭端嘅嚇。咁仲有啊，長遠嚟講呢一個嗰個點解能夠個政權可以繼續呢個民主嘅政體可以繼續呢？其中一樣嘢好重要嘅嘢呢，係要有穩定嘅政黨嘅。一冇穩定嘅政黨呢，次次有個新人出嚟，佢又 form 一個黨，下次邊個出嚟佢又 form 一個黨，次次鋪清嘅話，假如係咁呢，佢就冇咗我哋 game theory 入邊嘅連環博弈啊！咩叫連環博弈啊？其實呢，你反覆博弈過好多次，大家就尋找到一套規則出嚟。而人生嘅壽命係有限度啊嘛，你假如做4年、做6年，即係做一次嘅啫，你明唔明啊？咁咧到6年尾嗰時咧，我就唔使考慮任何嘢咯，因為我冇得連任。我係咪會可以不擇手段做任何嘢？呢個就係我唔可以不擇手段做任何嘢，就因為呢個係個連環博弈。如果我咁做，就會連累咗我嘅政黨。我唔做嗰陣時，我嘅政黨都因為得到人民嘅討厭而唔可以繼續落去，明唔明啊？大家呢，政黨一啲有 lasting 嘅政黨呢，佢就會令到你嗰班人呢就拖住你做嘢，唔好咁過分，要同對方妥協，因為呢係家家有求嘅，又唔可以呢，即係去去鞭人哋屍，人哋落咗台趕盡殺絕，因為咧你落咗台咧又會俾人鞭屍，對大家咧都冇好處嘅。呢個就韓國發生嘅事，就係邊個一死咗咧，一做完咧就6年咧就跟住就俾人哋鞭屍，你知唔知啊？因為嗰啲政黨咧係不停呢就係改組嘅，韓國嘅不停改組，雖然有2個陣營。好啦，咁仲有一點。就係要能夠尊重、容許人哋發言，因為咧，我覺得咧呢個真係即係原來容許異己嘅發言咧係一樣好痛苦嘅嘢。我都係努力去學習，即係咧有樣嘢明明係咁嘅，啲人咧就冤禮你，譬如啲人不停冤禮我，話我欠債走啊，我邊有欠債？斗零都冇爭人嘅，我喺香港不停係講呢啲咁樣嘅嘢。如果你有權啊，你係咪會鎮壓佢哋呢？如果我有權在手，喂，你唔可以鎮壓佢哋，因為呢嗰度有個 public good，個 public good 點？如果你去鎮壓一啲講嘢唔啱嘅人嘅言論下，咁樣呢就係可能呢，你因為自己嘅喜好或者當權者嘅喜好呢，又鎮壓咗啲講嘢啱嘅言論喎。
咁結果咧大家都唔講嘢，於是咧就係嗰個冇咗言論自由同新聞自由咧，嗰啲人就唔冇個知情權，冇咗知情權咧，佢哋就唔識得點樣去選舉。嗱，呢個又係一個內核喎，呢個就係點解個民主社會可以繼續落去？你一定要接受呢啲觀點喎。然後最後一點，我今次講埋就叫做輪替。一定嗰個人民要明白，個政府一定會作出輪替嘅。如果一個政黨由頭做到尾呢，係一定大鑊嘅。呢個係天生係大鑊，呢個唔係淨係話權力令人腐敗，絕對嘅權力令人絕對腐敗。因為呢，喺一個博弈嘅機制入邊呢，我已經講過個童話，就係呢：如果個權力唔遞線嘅話，即使係最好嘅人都會變成壞人。如果個權力係長期落去呢，不停要改，不停會，你可能落台呢，一個壞人就會變成好人。嗱，我呢個呢，就我最後講呢個童話。我先講咗例外先，日本自民黨咁耐呢，佢其實就內部嘅派系，佢嗰個權力嘅底線呢，只不過喺自民黨嘅內部啫。其實呢，係冇一個派由頭到尾呢揸權嘅，好快落台嘅。呢個就係我喺好多年前喺網上講過呢個童話，我喺呢度最後講一次呢個寓言。呢個上帝呢，就即係有呢個地球分為南北嚇，南邊有群羊，西邊有群羊。上帝咧就同嗰啲羊講：你而家我俾個選擇你嚇，我哋咧就係派，一可能咧就係派隻獅子嚟，嗰隻獅子咧日日要食一隻羊嘅，呢個就係我或者咧就俾幾隻狼你嚇，咁嗰幾隻狼咧就係俾隻狼嚟，嗰隻狼咧就係幾日先食一隻羊嘅啫。但係咁喎，你如果要咗獅子咧，你就有權1年後唔要獅子，趕走嗰隻獅子，我就要派第二隻獅子嚟俾你。如果你揀咗狼咧，就冇得揀嘅，嗰隻狼咧就永遠做落去嘅。大家明白我講乜嘢啦嘛？獅子咧就有得換嘅，狼咧就冇得換嘅。咁結果咧，北邊嗰啲咧，梗係揀狼啦，狼2日先食一隻羊，係冇好多。南邊嗰啲咧就揀咗獅子喎。咁你知唔知個結果係點咧？個演變咧就係，首先個獅子咧就猛咁食啲羊啦，食到啲羊嗌救命，1年就到咯。換唔換隻獅子先？上帝問。咁嗰啲人話：喂，佢哋食到嗌救命，梗係換隻獅子啦，係咪啊？呢個係。咁樣換咗第2隻獅子落嚟。嗰隻獅子咧，嗰隻獅子第1隻獅子就翻咗去上帝嗰度，翻咗上帝嗰度咧就冇羊食喎，佢日日食無花果，餓到佢咧嗌救命，因為咧天堂梗係唔准食羊啦，係咪？咁第2隻獅子咧，佢又猛食羊，又食咗1年喎，呢個係。咁嗰啲人就梗係趕 Q 咗佢走啦，係咪？咁於是第1隻獅子食咗1年無花果之後咧，佢就翻嚟啦，佢又食羊，食咗1年啦，佢食咗8、9個月，佢諗下大鑊喎，就嚟1年喎，再係咁，佢哋咪又趕過上天堂？我又食無花果呢次，係咪好大鑊啊？佢就同嗰啲羊講：喂，不如咁啦，你哋唔好趕我翻去啦，我2日食一隻羊啦，好唔好啊？即係咁樣喎。咁咧嗰啲羊咧唔制，都係趕住佢翻嚟。於是咧第2隻獅子又翻嚟喎。第2隻獅子咧又諗：喂，唔得喎！我食完1年之後咧，又趕我翻去天堂。我同你講，我食1/4隻羊啦，好唔好啊？即係咁，唔好趕我翻去天堂。2隻獅子咧就即係好似2個政黨咁，佢哋不停去逼點樣去對啲羊好啲，啲羊先至留佢喺度。即係你個執政黨咧，係要諗辦法去討好啲人民。如果唔係咧，你就會俾人哋輪替，
你咧就唔執正咧，你就冇羊食啦。你明唔明啊？調翻轉頭咧，隻狼開頭咧就2日食一隻羊啫，但隻狼咧冇得換嘅喎。隻狼咧就2日食一隻羊，一個食得2羊。佢諗諗下好悶，橫掂我都冇得換，我大晒，我得閒咧就咬死一隻羊嚟玩下，你知唔知？嗰隻狼咧就越嚟越過分，日日嘅遊戲咧就捉住啲羊嚟咬，咬到啲羊咧嗌救命，即係佢唔食得咁多，又咬跛啲羊啊，又咬咗羊嘅耳仔，咬咗羊嘅鼻喎，終於喺北邊冇得換，本來殺傷力弱嘅狼，係對嗰啲羊造成更大嘅傷害。呢個故事就係教訓你。如果係屬呢一個係嗰個人民有民主素養咧，係久唔久咧係要換一換佢嘅統治者。淨係一個呢個統治者嘅輪替，就令到嗰啲統治者咧，嗰啲政黨咧要競爭，以避免自己被人民換落嚟咧，佢哋就要改善佢哋嘅行為，而冇得換，即係原理上有得換最緊要，原理上冇得換嗰啲咧，佢肆無忌憚咧，一定係越嚟越離譜嘅喎，即係一統治好似共產黨統治咗70幾年都冇 Q 得換嘅，咁於是咧佢哋就好過分嘅咯，做啲嘢。嗱，上邊我講嗰幾點咧，就係民主嘅內核，而呢幾點嘅內核咧，都唔係我哋嘅天性嗰度嚟嘅，即係唔係人類社會本來會考慮到做嘅嘢嚟嘅。佢係一個理性嘅選擇。如果一個民主嘅體制，如係一個人類族群組織嘅 DNA 入邊本來就有嘅嘢，咁我哋嘅社會就長期係一個民主嘅社會。但係唔係，我哋長期都係一個獨裁威權嘅社會，直至到近代先至出現民主嘅社會。所以我哋知道民主唔係天生出嚟人類嘅本性，佢基本上上述我講嗰幾點咧，都係違反人類嘅本性嘅。咁而點解近代有民主咧？係要經過靈魂嘅改變嘅。有樣嘢介紹俾大家喎，呢個咧喺大陸就叫做雙立人啊，呢個就係即係其實香港叫孖人牌，12套嘅廚具，廚房咧係秘密基地，對廚具嘅要求好講究。嗱，呢套嘢咧就成套孖人牌，孖人牌呢個牌子大家好熟悉啦。雙立人咧個總部設喺德國索林根嘅刀具製造廠，呢個出晒名。佢個企業嘅代表有廚師刀、剪刀、冚具、餐具，獲國際獎項，係世界最著名嘅廚具品牌，更係不鏽鋼廚具嘅領導同先鋒。嗱，呢套嘢咧就總共有呢一個歡樂食光鑊組啊，有12件裝。有乜嘢啊？中式炒鑊係用不鏽鋼啞光外觀，耐磨耐腐蝕堅固，3層鋼鋁鋼底，裏層製夾心層，全葉均勻。呢個就係整個鑊表面容易烹煮。呢個就係較傳統中式烹鑊廚具咧更加迅速、節能環保。防滴漏嘅邊緣由鑊中倒出液體嗰時咧唔會滴落呢個鍋邊同鍋身，鏡面拋光美觀。呢個就係人體工程學設計。呢個手柄同鍋身嘅距離咧就係非常科學，唔會彈親。鋼化玻璃蓋，煮到邊度一目了然。3樣嘢嚇。呢個雙耳蒸籠咧係用食品級嘅不鏽鋼，健康安全，冇塗層嘅，堅韌耐用，蒸孔細密均勻，蒸嘢蒸得好快。呢個就係可以輕鬆食。好啦，又有呢個鑄鐵鑊，鑄鐵鑊咧係雙立人嘅鑄鐵鑊，產品內外係搽咗珐琅漆，特殊處理嘅黑色霧面內裝，唔需要每次烹煮之前上油嘅，直接煮。咁呢個好好，唔怕酸性食品。呢個喺烹廚中咧，嗰啲油脂滲入鑄鐵嘅毛孔，
有種平滑嘅不尖鍋嘅感覺。火力用中小火就得㗎啦。呢個係最古老最健康嘅烹調方法。呢個就係咁有雙立人中式鑊鏟喎。呢個中式鑊鏟呢係用1810嘅不鏽鋼，符合人體工學嘅手柄，好容易翻炒，有商人標誌，流線型嘅輪廓同埋亮面質素，將得益彰。呢個就係雙立人嘅貴膠鏟啊！貴膠質料保護，即係你唔會撞落嗰個鑊度，唔黏鑊，包住個鋼心，堅固耐用，可以達到230度。呢個就係雙立人刀具4件，包括蔬菜刀、多用刀、中片刀、插刀架。利用雙立人特殊配方嘅不鏽鋼，碳同錳嘅比例最佳平衡，堅固銳利，經過冰鍛工藝處理，抗腐蝕，韌性十足，切乜都得。黑色嘅塑料手柄符合人體工程設計，攞喺手入邊好舒服，得心應手。仲有呢一個多用途剪刀呢個係優質鋼材，剪乜都得，剪骨都得，剪魚肚、剪魚鱗、剪蔬菜，成套嘢12件。原裝12800蚊，而家特價8800蚊。你要預早訂咗，我係攞俾你嘅。呢個係你可以落單先，然後我哋攞俾你嘅。